大家好，我就是吐槽烂片250，解说电影的虎的老车。今天吧，咱们先把吐槽的活放一放，来说一部 TVB 的新剧《新闻女王》。当然，看剧名，大伙也能猜出来，这是一个讲述新闻从业者的故事。应该说，大到电视台和荧幕主播，小到一线采访的媒体记者，都算是这类电视剧的拍摄对象。只不过这类电视剧吧，在国内的题材比较少，可能也是老车孤陋寡闻啊。反正在我的印象里，我就记得王晶执导了一个电影《不止不休》，而且还是今年上映的。之前我还真没听说过国内有拍这类电视剧的。当然，总刷韩剧的朋友应该对这题材不陌生。不过韩剧在触及到这类题材的时候吧，往往注重的还是有关新闻人的情感问题。例如朴敏英演的那个《治愈者》，与其你说这是有关新闻人的电视剧，倒不如说这是一个无厘头的搞笑爱情剧。你说朴敏英演的这个网络记者有没有意思？有意思。你说这里面有关未来事业的想象有没有创新？确实有创新。但是这严格意义上并不是一个主要写新闻行业的电视剧，它里面侧重的主要还是男女主的搞笑情节与感情线。当然你要说不讲情啊爱呀的，就讲新闻的电视剧也有，比如早些年孙艺珍拍的那个《聚光灯》，这回呢确实是不讲感情线了，也把主要的侧重点放在了新闻人的身上，而且职场部分拍的也比较真实。但是这剧有一个啥毛病呢？就是女主这记者演着演着就演成侦探了，直接把新闻人卷入到几个警方的案子当中出不来了。这你说观众看了能不骂吗？你说本来主角你身为记者就是报道新闻的，但是你动不动就参与到破案里，直接就把你这剧情主旨也带跑偏了。那你说你到底是说新闻人呢，还是说破案的事儿啊？当然你要说能说好新闻行业的剧也有，剧情也可以说是无懈可击，无论是办公室政治还是新闻行业的专业性演的也都没什么毛病。就比如说美剧《走进新闻》，就是苹果公司拍的那个剧，这里面女主 Alex Levin 在剧中把一个职场女性如何在男权社会中立足的这种艰难处境演的也都非常贴合实际。但是这剧吧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水土不服，尤其是咱们身边的妹子肯定不会喜欢看欧美这类电视剧。其实原因也很简单，一呢是涉及到欧美的法律问题，咱们这边没什么代入感；二呢是欧美的办公室政治和社会风气和咱们这边也不一样，所以很难被咱们华语文化圈的文化所接受。但是 TVB 这边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把这类剧做了本土化的改造。如果单纯的从剧情和主旨的层面上来讲，新闻女王其实和早间新闻没有太大区别，都是侧重职场和办公室政治的剧。但是新闻女王吧，好就好在她说出了一些咱们身边所能看得见的职场潜规则和办公室权斗。你看这里面从老板怎么用人，到中间的管理层怎么生存，再到底层的新闻人的工作状态，剧情都没有什么悬浮的地方。可能唯一悬浮的地方就是女主年轻的时候现场直播警方与歹徒枪战这段，确实有点扯淡。你要说远远的拍吧，我信。但是像剧中这样贴脸拍枪战的，真的这段属实演的有点过了。这歹徒说白了，稍微心情不好点，你们这群记者不就得全都得领盒饭呢？当然这些都不是重点，这剧的重点主要说的还是职场的女新闻人在新闻行业如何才能混得好的问题。记住老车这里说的话啊，是混得好而不是干得好。因为看过这剧的朋友也知道，你要像女主佘诗曼演的这个女主播似的，干得太好也不行。老话讲，枪打出头鸟，功高盖主，这家伙显得你比谁都能，在同事面前表现的好像公司离了你就活不了似的。你说你把上级领导放在哪儿了？说白了，即便老板看了也得给你穿脚鞋啊。所以说这也是我之前喷以爱为营的原因之一，因为上级和老板不可能容忍这种功高盖主的下属，所以这里新闻女王演的就比较真实了。这不，女主因为播了几个大新闻就开始居功自傲了，而这也确实让她吃了不少苦头，最后也多亏了女主下属的妹妹给女主点醒了。女主这才反应过来，在老板面前什么时候该胡牌，什么时候该点炮，别以为自己拿了几个劲爆的新闻就分不清谁是大小王了。说白了，老板的意思就是谁伤你的饭碗你得弄明白了。不过剧里有一点我不知道香港是不是都这样啊，就是老板鼓动高层对中层干部使坏，然后让手底下的中层干部互相掐架的情节。就比如像剧中女主所在的电视台老板为了打压女主在台里的影响力，然后受益女主的总监上司也就是老板在电视台的代理人，用俗话说呢，就相当于慈禧太后身边的李莲英，然后让他去挑拨男主和女主这样的当红主播互相干架。本来录制节目的时候是总监下的命令，然后总监呢让员工说是女主下的命令，给男主下绊子，以此来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相互制衡。
反正就是用铁齿铜牙纪晓岚那种剧本玩办公室政治。如果女主是纪晓岚，那么男主就是和珅，老板就是乾隆。说白了，人家老板就是要让男女主维持斗而不破的状态，出业绩就给个枣，没业绩就扇你个大腿巴。当然，这剧像男女主这样的中层干部还不算最惨的，因为你专业能力是够用的，拍新闻根本不愁。应该说，剧中这电视台里最惨的就是许世情和曲小薇这样的人。出了事儿你负责背锅，然后平时呢还得牺牲色相。说实话，无论在什么企业里，这种人都是最蠢的。你要说像剧中张嘉妍这种专业能力够强，然后还不参与办公室权斗，只负责报道好新闻的人，虽然说升职的时候不一定轮到你，但起码你能在公司里独善其身，谁都不会没事闲的去害你去。可像剧中许世情和徐小薇这种人就不一样了，在男女主这种中层干部手底下干活，你如果自己都不能独当一面的话，你即便出卖多少色相也都只是昙花一现。不信你就看他俩在剧中的表现啊，一个呢是野心大但能力不行，一个呢是胆子大但专业不行。首先咱们先说徐小薇，她一直都想当黄金时段的新闻主播，但自身的控场能力和业务能力太差了，而且智商也不高。你算吧，竞争对手给她透露的消息她都能直接当新闻报，你就说这种人的智商能高到哪儿去？还和男主玩潜规则，说白了你这身子也太不值钱了。这家伙男主给你画个饼，你就能为男主献身，真的他都不如人家许世情。人家许世情和广告商玩暧昧玩潜规则，起码人家能拉到赞助啊，至少在别人动你的时候他得掂量掂量。虽然说许世情播新闻的专业性也不咋地，但能靠自己年轻貌美拉来赞助也是人家有效的上位手段。当然广告商也不可能为许世情的职业生涯买单，除非有哪个广告商把许世情娶回家，那就当我没说。不过一般情况下大老板也不会娶这样靠卖肉博眼球的女主播回家。所以说到底像徐小薇这样的，人家竞争对手一忽悠就信，男主一画饼就和人家睡的妹子，在职场永远都是最吃亏的。再加上自身能力本来也不行，自己的野心反倒把自己给坑了。可能有不少人觉得剧中刘燕这样的职场新人比较惨，但说实话我不这么觉得。人家刘燕你别看人家是刚入行的实习生记者，但是这种属于啥呢？光脚不怕穿鞋的，混得不好人家大不了就引咎辞职了，反正都是实习生，在哪儿卖苦力不是卖呢？但徐小薇这种就不一样了，在女主这样的上司周围深耕多年，能力不行也就算了，还打算通过和女主的死对头滚床单出卖女主完成职场跃迁。真的这种行为太 low 了。你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的一个问题，男主的女人不光你一个，你连你跟随多年的女主都能出卖，你投靠男主这边和男主滚床单，咋的人家男主就能完全信任你了？说不好听点的，人家男主就是白玩你一顿，顺便还给女主添点恶心，你自己呢最后混的连个棋子都不如。当然在办公室政治里，像徐小薇这么蠢的人毕竟是少数，人家年轻貌美有能力的女主播要现身也不会现得这么没有价值。我记得之前好像有一个NBA 的女主播，人家直接就嫁给富豪了。再说了，你和人家卡戴珊家族比比，哪个现身不现的比你有价值？当然这种女性自己物化自己的行为我也比较反感，但起码人家是达到自己的目的了，总比像剧中徐小薇这种忙活一溜13招，最后连个黄金档的主播都没混上强吧。应该说这里面徐小薇付出的回报率是最低的。不过这些剧情吧，在我看来还都是小菜。老实讲，对于办公室政治、办公室权斗的这种气氛，我想只要编剧和导演是上过班的，稍微在职场新人堆里踩踩风，剧情拍的都能差不多，起码不会出现逻辑问题。就这么说吧，这剧其实我最欣赏的还是他引出了2个有关新闻行业的反思，在我看来这也是这剧能博得口碑的原因之一。如果说这剧仅仅就是说女性新闻人的职场困境，其实它并不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因为没有多少妹子会从事新闻行业的工作，而且你对比其他行业，在新闻领域的妹子也不算多。反正张雪峰老师的话我还是比较认同的。当然这些都不是重点，我关注的重点是剧中针对资本和公权力对新闻的影响，这才是我认为剧组的点睛之笔。说白了，一个播出的新闻在面对公权力和资本的介入，怎样才能保证新闻的真实性？这其实是国际上每一个媒体都要面临的问题。就像剧中似的，人家资本给男主赞助了，有关广告商的负面新闻你就不敢报了，这能行吗？这不就像剧中另一段似的，一个管消防的处长隔三差五给你穿小鞋，你这边一害怕就选择性的报道，那你说这种新闻还算得上是新闻吗？而且从这儿还引申出我要说的第2个问题，那就是选择性曝光的真
相，那还算是真相吗？当然，这也是剧组留给我们最值得反思的2个问题。应该说，这也是自媒体平台近些年异军突起的一部分原因之一，因为它给了更多普通人曝光的渠道。当然，这种问题全世界都很难解决，也很难不让新闻受外界压力的影响。但是这剧能把这个问题演出来，我就感觉已经很不错了。应该说 TVB 拍的这个新闻女王，无论是在女性职场上，还是在社会反思上，都做到了很好的表达。虽然说有些地方也比较夸张啊，但总体来说剧情还是非常不错的。当然这里面很多小细节也都是比较用心的，在片头还用名人名言给每集做了启示。反正我是比较喜欢看这种剧，相对于以爱为营那种扫进垃圾堆的东西，这剧确实能让人闭嘴。行了，我是老车，咱们下期再见。